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如何成立德意志帝国，建立世界新秩序？经常看足球的观众都知道，2022年世界杯，梅西率领阿根廷鏖战120分钟，最终在点球大战击败法国，成功捧起大力神杯。而在2023年之后，随着有阿根廷特朗普之称的总统米莱上台，以及他对经济改革所采取的休克疗法，阿根廷也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。别看阿根廷在2023年的时候，通货膨胀达到200%多，经济一度濒临崩溃，但是一战爆发前的阿根廷其实富得流油，人均 GDP 堪比法国和德国，是世界第8大富国以及第7大经济体，首都堪称南美巴黎。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一战之后的1936年，此时的阿根廷别说是世界杯了，连国家的各方面都需要操心。工业15座工厂不如巴西，陆军6万人不如墨西哥，工业排不上号，军队算不上强，属于是二战版的我们是冠军，但那是42年后的事情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让阿根廷提前参加另一场世界杯，参赛队伍主要是巴西、德国、苏联、英国、美国，冠军奖杯则是整个世界。当我们附身到这个南美国家，能否把世界杯的冠军荣耀提前变成地图上的潘帕斯雄鹰帝国呢？1936年的阿根廷浑身是病，国内政治腐败，建设速度大量流失，军工业生产效率下降，甚至从1930年开始，保守派还通过各种选举作弊长期执政，那搞得国内稳定度一路狂掉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点 debuff 在钢丝里面其实不算什么，相比某一些一战胜利国，那可是好太多了。但是吧，这也不算一件好事儿，毕竟这游戏只要你玩的国家开局 debuff 越多，那就意味着你的后期实力越强。咱们第一件事儿必须先解决腐败的问题。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，欧美那套民主政治在阿根廷多少有点水土不服，必须得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统筹全局。受限于现行体制，我们无法放开手脚大干一场，于是阿根廷当局者决定暂时和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合作，共同打击贪污腐败。虽然严格来说，这次大选还是靠作弊赢的，但问题不大，反腐败嘛，先把别人腐败的问题解决掉再说。此后，民族主义者的声音越来越大，他们要求立刻与英国断交，原因是英国长期通过贸易协定占便宜。那国内的反应情绪迅速升温，而那个曾在1920年活跃的极右翼准军事组织也在这个时候重新组建，本意是用来维护国内秩序的。但是吧，在钢丝玩家眼里，这5个爱国师还有另外一个作用，免费的卡车。可以看到他们是摩托化步兵的编制，相当于是国策免费送了700辆卡车。对于阿根廷这种体量的国家而言，这玩意儿可比爱国口号实在多了。我们直接把他们改编成普通步兵师，把卡车全部拆下来送去后勤部。毕竟前期军工产能不足的时候，送的这些卡车还是很香的。同时，为了摆脱大萧条留下的创伤，阿根廷政府推动成立中央银行，它能有效减少消费品工厂占用，使得我们有更多工厂可以进行其他建设工作，然后再利用资金快速进行城市化，建设大量工厂，发展电力和建筑行业，进行税制改革和投资铁路等各种经济操作。随着改革成果不断显现，他们这一批人在民众当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，最终成功稳固了对全国的控制。既然国内的军工产业稳步推进，那么接下来阿根廷将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。毕竟工厂这种东西建设周期太久，但邻居的工厂可以直接拿来用嘛。于是我们将目光首先投向左边的长条怪智利。1939年1月1日，为了争夺阿根廷的生存空间，我们正式对智利国开战。这也是世界杯小组赛的第1战。比赛开始没多久，阿根廷军队便一路平推，智利征伐战只持续10几天便很快结束，他们也成为了第1位被淘汰的选手。可就在我们庆祝胜利的时候，当地爆发8.3级大地震，这难道就是天意侵蚀吗？为了稳定当地民心，我们只好含泪拨款赈灾。通过国策给予的宣战理由，阻挡在我们和巴西之间踢小组赛的巴拉圭也被顺利解决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与巴西的边境线大幅增加，南美双雄的比赛即将到来。陆军实力方面，阿根廷遥遥领先，保守估计是巴西的2倍以上，也正好针对巴西的战争借口已经准备完毕。在感觉差不多可以解决完乌拉圭的战事之后，总参谋部经过慎重研究决定，不给巴西任何喘息时间，必须发动全面攻势。而这个时候，巴西的军队居然还在边境悠哉悠哉的进行军事操练啊，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！很好，立即启动闪击巴西的方案，务必拿下这场小组赛的头名。可能有一些观众会问，为什么不等乌拉圭投降之后，再慢悠悠的去解决巴西呢？不是我不想啊，奈何几天之后的9月5日，英国就要保障巴西独立，到时候我们踢的就不单单是巴西了，而是整个同盟国。没办法，只能提前宣战。我们现在还不能过早的跟英国踢比赛。
阿根廷的军队通过大量骑兵师快速穿插迂回歼灭敌军主力，并且还突进占领地方补给中心，终于在1940年1月1日拿下了南美最难啃的硬骨头，提前结束了他们的世界杯之旅。南美邦联也在人们的呼声中正式成立。而这个国策诞生出的国家最强的一点就是它的造核能力，南美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能成为核心。我们专挑工厂多、人口多的省份下手，优先将它们核心化，这样可以快速获得大量工厂和服役人口。在收拾完玻利维亚、秘鲁、委内瑞拉之后，阿根廷成功统一了大半个南美洲。而此时，我们陷入了一个扩张瓶颈。由于小西四处开团，世界紧张度来到了100，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蛋疼的问题：那些民主国家一旦被打到快要投降，就会主动加入同盟国。之前我们也说过，不能过早的跟英国踢比赛，但这个时候周边已经没有其他非民主国家了呀，那怎么办？我们找了一圈，发现了一个幸运观众——危地马拉。他现在还处在中立主义，并且国力非常弱小，还与墨西哥接壤。这样，我们拿下墨西哥之后，未来进攻美国的时候，我们就能从陆地直接踹开美国的家门。随着墨西哥战争的爆发，我们也正式跟整个同盟国处于战争状态。那看来1/4决赛要提前开打喽。而在挑战美国之前，我们迅速横扫了中美洲剩余的国家，清除了后顾之忧。1942年5月，趁着美国民主兵工厂还没有完全觉醒，我们必须立刻开赛。为了拿下这场1/8决赛，除了镇守海岸线的80万人之外，我们还有超过100万的士兵，2000多辆坦克，全部集结在墨西哥边境，准备随时向美国本土发起全面进攻。1943年5月，经过整整1年的鏖战，我们成功在中场哨声响起之前拿下了美国。不过我们的代价也很惨重，将近70万人阵亡，大量主力轮换休整，才打赢了这场1/8决赛。随后我们又花费了数月时间，迫使加拿大投降。至此，整个北美大陆尽归阿根廷之手。而现在挡在世界杯冠军奖杯前面的，只剩下2个对手：英国队以及德国队。但此时的局势有点不太妙，小胡子发挥太好，德国已经攻占莫斯科，苏联节节败退。如果继续拖下去，那德国只会越来越强，到时候半决赛可就不好踢了。所以英国必须立刻出局。为此，我们特地跟小西要了一下军事通信权，陆海军全部调往法国待命。有人可能会问，小西会这么干脆的同意？当然不是免费的。他们跟苏联的战事非常的焦灼，双方的阵亡都是按1000万人来算的，所以根本抽不出兵力处理登陆比利时的英军。于是这个活就交给了我们，我军也不负众望，12个装甲师同时出动，一轮传控下来，直接把80万英军包了饺子，通通送去海里喂鱼。德国人那边看完战报都懵了，阵亡数千人，消灭英军80万人，这什么逆天战损比啊！1945年6月6日早上6点30分，阿根廷18个海军陆战师，共计30多万人，同时在英国各大海滩发起登陆作战，行动代号给。面对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，我们的处境并不乐观。除了南美投降国家的舰船之外，还有造了数年之久的航母和驱逐，这样才好不容易凑齐一支主力舰队。阿根廷海军拼了命的疯狂争夺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。终于在1945年的7月13日，英国队被我们打了一个防守反击，快速突进，步坦协同一路狂飙，不到1个月的时间便宣告投降，对同盟国的战事也就此结束。那么接下来该轮到德国队了。如今的阿根廷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他了。通过数轮军改，陆军的攻防能力大幅提升。这场半决赛我们必定拿下。
1946年3月，德国队惨败，随后不久，意大利宣布投降，轴心国彻底瓦解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陌生人的突然到访让总统猝不及防。我们定睛一看，我操，这不小西吗？没人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，但结果却十分离谱。阿根廷总统主动让贤，让小西成为了阿根廷的新领导人。紧接着，国家的名称也发生了变化，阿根廷更名为第4帝国。哥们儿，不是，这确定不是夺舍吗？给我们的新国策，甚至还可以把德国的领土都变成我们的核心，真是离了个大谱。此时此刻，这个国家的主体已经开始严重跑偏，因为接下来最后的决赛原本应该是阿根廷大战苏联，结果变成了德国队 vs 苏联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怎么突然变成德国人了？不过问题不大，达到这个程度，我们的体量已经无人能敌。最终，阿根廷德国队成功捧起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冠军奖杯，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新秩序。